把人带上来。参见太妃，小的姓顾，是永利当铺的东家，在真州从当已经10年了。把你刚才说的再一五一十说一遍。昨日小店来了一位客人，是一位女使，说要典当一枚珠钗。小的一看这珠钗就知道不是凡物，细问之下，他才说是淮阳王府之物。贵人们请看。莫非这才是真的夜明珠钗？那女使是如何说的？小的再三询问之下，她也只是说是她主人的所有物，着急典当。旁的小的就没敢多问。主人所有之物，那岂不是县主吗？把怀桑县主叫来。东西就在屋里，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。秉兰就是想不通，她将来当上了王妃，珠钗总归是她的，何必要典当了去？我听说她在北州还有生意呢。这便是了，再赏赐也终归是王府的东西，哪有真金白银贴给家里来的实在？这就是小门小户的德行，想入王府，还是要看门当户对。好了，都别说了。莲堂去换了身衣裳，让诸位久等了。我看县主头上这颗，好像更亮。是啊，怎么会有2枚珠钗呢？这个假把式，竟会落到太妃手里啊！假把式？假的？你如何觉得是假的？因为是我做的，用玉石粉和萤石粉称量混合，熔炼成浆，涂抹在瓷坯毛珠上。只要白日里晒足了日光，便会亮好几个大夜。灵泉镇瓷窑师傅那儿有具体的方子，给1匹绢就能做。假的一摔就会碎，不信的话，可以试试。瓷的，把人带上来。王嬷嬷，这位王嬷嬷多次窥探我庄帘所在，我便有了提防，提早做好了赝品，以防生变。果然，她趁我装睡时取走了珠钗。我派王爷的影卫暗中盯着她。说来也奇怪，这位宫里出来的教习嬷嬷，除了王府和自家宅子，还去过其他许多地方。小心！比如莲府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只不过让他来过一次，教下面的淑女规矩。一次？一两次罢了。怎么了？这王府能请得，莲府请不得吗？莲夫人，您别激动啊，我又没说什么。姨母，方才您不是也觉得这枚假珠钗是真的吗？我家太妃是珠钗如珍宝，常年束于高阁，鲜少拿出来，一时难以分辨，无可厚非。是啊，我总共也没戴过几回，一直放在庄帘里，舍不得拿出来。主人家认不得，
有一个人，定是认得。顾老板，你开当铺数十载，怎么连瓷窑师傅的手艺都见不出来啊？我这一时疏忽，也是有的。一时疏忽。本来嬷嬷偷东西也就罢了，偏偏是在今夜，全真州的王公贵女都在，便有人跑出来说王府出了内贼，想要污了我县主的名声。这算不算是有意构陷？范统领，属下在。帮我细审这姓顾的。好嘞。冤枉！小的冤枉！小的冤枉！是老奴干的。那日是老奴拿着珠钗，典当给了他。就是他，我记起来了，昨日就是他，千真万确。王嬷嬷，你也是教过我规矩的人，这些年来，金银细软从未少过你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偷东西？太妃，自古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看见了吧？啊，这下左右口供都对上了，水落石出了。抱歉，诸位，今日是太夫人寿诞，实在不该动什么官司。连夫人，你又怎么了？这个内贼和这个目不识珠的老板，都交给连大人处理，可好？好，再好不过了。县主，你受委屈了。你可知错？县主，这是何意啊？今日珠钗有疑，你第一个发现，不去盘问经手的下人，反而将矛头指向了我，一口咬定此事当中必有蹊跷。你这是要让这么多贵人看王府的笑话呀？不是，我只是一时着急。太妃这么多年都谨言慎行，凡事都以王府的颜面为重，连我这个初来王府的都记在心里。你自小在王府长大，怎么就记不住？碧兰知错了，碧兰只是着急找珍珠钗，一时糊涂，不会说话。不会说话，便不要再说了。王府不缺你这点主意。哎，连夫人，我还有些提己话要和连夫人说，烦劳您稍后。有话赶紧讲。哎，嬷嬷，既然老身认了罪，便不会再供出第二个名字。多谢嬷嬷，我定让寒山从轻发落。20年前你来问我崔君该不该嫁的时候，倘若我没有挑剔他风流成性，那么草率地给你建议，恐怕你也不会跟你姐姐换了婚书。如今的生活呢，也应该是富贵荣华，不似这般经营的这么辛苦吧。你帮我，是因为心中有愧。当年欠下的，老身已经还清了。唉，告辞。哎呀，这王府本来就属于我的，即便不属于我，也属于秉兰的。我不认命。
夫人，太妃为了王爷的军情，已经病了好几日了。夫人您倒是镇定。王爷善用骑兵，总能绝处逢生，不用我替他操心。老奴是说，您不常在病榻前侍奉，只怕今后会落人口实。太妃这一病，床头被挤得密不透风，尤其是那莲夫人，比我这个当儿媳的还会晨昏定省，生怕我趁病尽孝，抢去了他们的好名声。那我就索性还太妃一个清净吧。练了这么久的字了，总算有点行舟的风骨了。县主，太妃请您过去一趟。莲夫人，这孩子们的婚事啊，也是我心中的头等大事。且都回去吧，必然让你们都称心如意。多谢太妃。绵堂来了。太妃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就是闷得慌，想找人说说话。坐吧。昏睡了这几日，只在人堆里匆匆看你一眼。我知道行舟出事，最担心的人除了我，便是你了。只怕这屋子里最信任行舟的也只有我们了。太妃，您别太担心，行舟一身的本事，定会逢凶化吉的。是啊，我如今也不担心了，只盼着人能回来。这王府的男子出了门，留给女子的就只是等。以前老王爷纳妾的时候，我心中也不甚情愿。你说哪有女子愿意分享自己夫君的？可如今老王爷不在了，才发现他纳妾的好处，便是给我留了许多可以说话的姐妹，不至于寂寞。这夫君在时还好，可等恩宠不在，成了未亡人，就要夹起尾巴做人。儿女的前途全悬在了当家主母一个人的身上。等你日后成了王妃，你就知道这等权力的滋味了。女子的好颜色能维持多久啊？唯有贤德才是经年不变，叫人敬重的。太妃说的是，因此一直我也没有在追求什么权力，我的心胸也没有太妃那么宽阔，我只盼着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今日我找你来，就是想跟你说几句提己的话。你也知道，行舟和秉兰原本是有婚约的，只是两个孩子起了误会，才不得不解了。您也太疼行舟了，他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做决定之前是会深思熟虑的。话虽如此，可秉兰这孩子也是让行舟耽误的不轻啊。那日你当众教了他规矩，他不吃不喝好几日，到如今都没有出门，一直在哭。再这么下去，这好好的人都要给毁了。如今真州城里啊，那是风言风语，说行舟为了你，那是见色忘义，把秉兰给抛弃了。这对他的名声
可实在是不利呀。我也是辗转反侧了许久，才想到让你与秉兰为平妻，一起入王府。所谓平妻，是那些出门在外、四海为家的商贾们才行的事。反正一妻在南，一妻在北，倒也相安无事。可若两个平妻同在王府里，只怕再贤德的，也会变得不那么贤德了。你若不答应的话，便会落个擅妒的罪名。擅妒的罪名，我不在乎。可这会坏了王府的名声。太妃的这番话，真是将绵堂多日以来的真心，都糟践了个粉碎啊！我也是真心疼你的，那钗子都给你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绵堂从小失去了母亲，在王府里的这些时日，一直都真心把您当母亲的，想着您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总有一日会被我给焐热的。直到那日太夫人寿宴，我才发觉您还是看不上我。太妃今日触碰的是绵堂的底线，绵堂这就告辞离府，还请太妃好生歇息。臣告辞。微臣参见陛下。石尚书，记录2路的援军再不至，真州军就要全军覆没了。陛下，兵部已发3道金牌，催他们出兵，奈何这2将有报，河北大营兵已至此，但粮草尚未整齐。为何？这2将本以为附近的州县屯粮可充军用，奈何大军行至河北大营时才发现全是虚数，此乃忤逆一朝留下的遗政。他们已经派人回到各自的州郡调粮了。何时才能发兵？粮到即可，最快也要4日。不能再拖了。陛下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鲁逆盘踞着同、豫、后3关，易守难攻。不过粮草不够，万不可行啊！令臣这几日也没有耽搁，战备、军饷也要筹措。臣已令各部诸司之间调配。陛下，钱粮都不够，3军恐生哗变呐。我知道了。万望真州军再挺上10余日，南北夹击，鲁逆必破。太妃，县主已经从后门走了。他真的走了？县主还有东西要交给太妃。快去，把他追回来。是。知道你孝顺，
如今你是皇后，这些劳烦的事儿，今后让下人去做吧。父亲可知这陆明炳的来历？嗨，你叫我来你宫里，就为了闲扯这些？我又不是宫里养的后妃，我懂什么？那个陆明炳啊。父亲平日里最疼爱四姐，竟然看不出这些是四姐手作。嗯，呵呵，你们姐妹情深，很好。你四姐的手艺不错嘛，可为何宫里精致点心别无二致了？并不，至少这一块有区别。嗯，女儿在其中加了千机剧毒。千机剧毒？你这是何意呀？我与陛下一心一意，想请父亲出兵，增援淮阳王。是他让你这么做的？这是小妻自己的意思。从石家到宫闱，小妻从来都没得选。但今日看来，是父亲没得选了。你父亲可知，如若今日我死了，后果如何？哼，后果？我石家能够立于朝廷，那是因为我。昔日是，但今日不是了。父亲常说血迹在家中不重要，即便血迹没了后位，家中还有其他实姓女儿。但如若今日血迹吃了嫡姐送的糕点而亡，血迹倒想看看石家的女儿还如何入宫，更想看看父亲如何向天下人交代。当然，父亲大可以抢走小妻手中的糕点，只要父亲想要，女儿给便是了。哼，荒唐！荒唐！父亲，如若今日你走了，明日怕是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父亲知晓该怎么选了吗？哼！娘娘，这么紧张做什么？今日我对父亲说了掏心窝子的话，痛快极了。这陆明炳怎么够吃？去，把点心都拿过来，快去啊！是。何事如此慌张？
陛下圣谕言：石将军自请督战南下驰援，永保吴疆，未孤眷注。石府女眷各家诰命。谢陛下。石将军，快快请起。诸位快快请起。老奴也是赶在石将军出征前，才给石府女眷提封诰命来的。贺喜石将军，贺喜石夫人，贺喜诸位娘子。啊，石将军，陛下还说，皇后娘娘贤明淑德，芳流同时，是石府养女有方。择日让石夫人带皇后娘娘的姐妹们入宫，由太皇太后主婚，为诸位娘子选配良缘。好，赶快谢过陛下。谢陛下。石将军啊，老奴还有公务在身，先行告退。好。我若是你，早哭了。为何？没听出意思吗？石家如今有的都是小七给的，小七荣，石家荣。他皇后之位，已无人可替代了。出征！石义宽这个小老儿，也不知道他被这个傻皇帝灌了什么迷魂汤。哎，连夜出征，说是督战，其实呢，星夜赶赴河北大营，领军驰援崔行周去了。他素来与崔行周有仇，此行能动真格的？不管真假，真州城防空虚，我已遣了公孙烨前去，让你的死士与他会合。我要崔行周的家人。这都几日了，那丫头一走啊，就没有半点音信。看来这回她是动真格的了。到底是小门小户出身，没有半点容人的度量。太妃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这是何意啊？我看那孩子不爱做表面功夫，他是拿真心对你的。你若想妥善了结此事，就非得以真心相待不可。那就坦坦荡荡的把态度摆明了，否则就真的不好收场了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这个外人啊就不掺和了。我就先告辞了。太夫人慢走。吩咐下去，淮桑县主李府之事，谁都不许往外说。是。太妃，这封书信怎么又退回来了？前方传回的书信说，驿道被阻断，书信根本送不出去。夫人，西营出现了细作，粮草被毁，没能牵制住鲁王军队。鲁王的2路军马在同域形成夹击之势，将王爷逼退至骊山之上。僵持至今，尚未解决困局。王爷有危险吗？行舟即退至骊山，想必是因此处地形易守难攻，便于他下一步打算。他向来不打无准备的仗，我相信他会有破解之法。